想写好字，你要重视2件事情。第一个是书写的笔法，第二个是书写的架构。笔法是什么？笔法就是用笔的方法。这是硬笔，不是毛笔。如果能用硬笔书写出毛笔的效果，那么在笔法上就具有一定的功力。这一笔没有用笔法，这一笔加了笔法进去。你看出其中的差别了吗？这笔笔画从头到尾粗细一样，这笔笔画从起头开始到结束呈现不一样的粗细感觉。哪一种笔画呈现出书法般的书写效果呢？如果要在笔画上呈现书法般粗细的效果，到底要怎么做呢？决定粗细的关键就在于笔尖碰触纸时产生的力道。当我们力道越重时，那么产生的笔画就会越粗；当我们力道越轻时，产生的笔画就会越细。那么控制这支笔的又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手指头。当手指头用这样子箍紧的状态在书写时，要呈现笔画的轻重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容易。僵硬箍紧的手，下压的力道很重，很难做出细的线条。因此第一步，我们得把自己的手指头调整到一个适合书写的位置。伸出你的2只手指头，把笔放到手指头的中间，让2只手指头轻轻的捏住笔。接着我们可以把中指、无名指、小指头依序的靠上来，慢慢的往内靠。接着我们再把笔轻轻的转过来，这个时候再调整一下笔杆的位置，让笔杆靠着这个山形。我们用食指去带动，用拇指去辅助。这个握笔的方式比较轻松，也比较容易写出粗细有别的线条。一个好的握笔姿势可以帮助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可以顺利的做出笔画的粗细，还能够让你书写久了也不酸痛，所以你可以试着考虑调整看看哦。接着我们来看一笔的长撇画到底要怎么经营。起头的部分要重，中段的地方慢慢收，到结尾的地方收尖收细。现在我把一笔的长撇拆解成3个部分，我们从这3个部分分头来讲起。第一个部分是点，第二个部分是从点往下延伸较粗的部分，第3个部分是慢慢的走到最下方，我们要把笔画收掉的部分。那我们首先从点开始讲咯。怎么做出这样一个粗粗的起头呢？那就是下笔的时候要先按压一下，按压一下会呈现出什么样子的状态呢？看起来就会像是一个点画，点画起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练点画，点画，点画，由细到粗的点画，在纸上多练几次，这是长撇的开头。对了，我是君玲，请记住我的频道，我会在这里教你许多写字的方法。我要让更多人都有能力写好字，我会说到做到。点画之后，要走一段大致一样粗的笔画。这个是我们长撇的中段，你可以练习一笔有弧度的笔画，大致一样粗。想要一样粗，那么你下压的力道就要一致。下力道一致，线条呈现也就会一致。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练习最下方的这个部分了。被我们拆解出来的第3个部分，它是由粗到细的笔画。记得下压力道越重，那么呈现笔画越粗。当你下力道开始放轻时，笔画就自然收尖了。再一次做给大家看，下压之后，慢慢的把笔尖的力道放轻，放轻，放轻。那么我们的尖尖的尾端就呈现出来咯。3个部分如果把它串接起来，那会是怎么样的状态呢？按下笔，接着一样粗的力道，开始我们要把我们的笔尖力道放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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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笔离开，这样就可以收出一个尖尖的结尾了。长撇的书写被我们拆解成3个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判读你卡关的地方是属于哪一个阶段。根据经验，最常卡关的部分往往就是在第3个步骤，收出尖尾的这个部分。书写时你可以这么想，就是要慢慢的把力道放轻，
放轻的时候，要想象自己的笔像一台即将起飞的飞机，慢慢的离开跑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直到笔尖完全离开纸面，这样就可以收出一个很细的尾巴。如果你使用 1.0 的中性笔，那么书写出来出气的效果就会更加的明显。长撇书写拆解1、2、3步骤，通通告诉你了。有方法，有步骤，配上练习，你就可以进步神速。那么如果没有方法，配上练习，只会拖垮你的学习速度。你想要加速自己的成长吗？你想要在写字上面更快有一些改变吗？那么欢迎跟着我一起学习。现在把刚刚执行长撇的1、2、3步骤执行的时间加以密集缩短，让1、2、3步骤快速的在更短的秒数中集中呈现。那么会写成什么样的笔画呢？那就是短撇。这是长撇跟短撇的示意图。长撇在书写的时候，我们按完走一段一样的粗细，接着慢慢的让笔离开纸面。但在书写短撇的时候，我们要把这样子的步骤集中在很短的秒数中呈现，因此我们快速的按，快速的行走，快速的把笔离开纸，所以我们就会做出一个很短促的按运笔跟笔尖离开的这样子的现象。短撇的书写适合放在长撇之后，因为它的书写比长撇的难度高一些，要在短时间内做出这样子的粗细变化，需要一定的练习量。你得练习才能把脑袋里面的知识确实的转换出来，你得透过练习才能让肌肉去习惯运作的记忆。但如果你只知道练习，却没有用正确的方法，那会让你练习的路走得格外的辛苦，只能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撞墙，试着从各种错误的经验中自己慢慢归纳出怎么样书写的规则。那么如果有人肯把自己学习的经验分享给你，你的成长会不会因此而加速呢？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千万不要自己摔跤，自己试错，你要把人生最珍贵的时间留给练习量就好。回想刚刚的撇画教学，将撇画拆解成1、2、3个步骤去练习的这套系统，就是我在书写无数次的长撇后所归纳出来的捷径。笔法，笔法，笔法非常重要，但在笔法之外，架构的重要性又更胜于笔法哦。架构就是字体这栋房子的骨架，骨架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放置在对的位置，那么字体看起来就会歪斜。架构跟笔法比，架构的重要性又更胜一筹。学习架构最好的方法就是整套认知系统一起了解。笔画摆放的逻辑其实细分成许多的小原则，每个原则又都环环相扣，就是要让笔画透过这样系统性的方式达到一个稳定平衡。这个如果你想要靠自己摸索，那么会花掉你非常多的时间甚至是以年来计算，不符合经济效益哦。如果你是急需改变字体的人，你得重视时间在你人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宁可付点学费，学习别人辛苦产出的智慧结晶哦。如果你是想改变字体、培养兴趣的人，那么把力气花在享受兴趣上吧，用成就感取代挫折感，你的兴趣可以经营得更长久哦。是什么样的系统学习方法让人惊呼？真是不可思议！我那从小就粘成一团的字，居然可以一笔一画乖乖定位了。是什么样的学习内容让学员们真心的回馈？不后悔，15日后真的字改变好多。15日每字养成班是我设计的系统性课程，现在购入课程送字帖生成器，里头有50句的金句和700个常用字，还会加码再送你最新打造的字体检测器，让你轻松比对自己的字体，
到底还缺少哪些笔法和架构观念？比对、修正、比对，让我们直接学习加速。最后还要送你军令设计的番茄钟，每个专注过后都会送你一句金句，让你充满正向的力量。我们一起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努力。15日美字养成班，等你来加入哦。喜欢我的分享吗？帮我在留言栏处打上喜欢。肯定我的创作内容吗？帮我按赞按热推。下回来分享让字快速变美的方法，你想学吗？想学的人记得在下方留言栏处留言哦。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